仅仅凭借主力舰的数量来评价海军战斗力的强弱是不全面也不客观。但是中国海军的主力战舰的数量超过美国，依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至少表明，如果真的是把海上决战的战场放在中国周边和中国的临海线附近，中国海军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与美国海军相抗衡。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解放军海军的主力舰的数量超过美国意味着什么？最近呢，美国海军发布报告说，解放军已经拥有了355艘主力舰，超过了美国的数量。而且到2035年前后，解放军会拥有460艘主力舰，远远超过美国海军。这个预测让台湾震惊不已。台湾的中时电子报特意转载了相关的内容。一个国家海军战舰的数量规模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和财经实力，而海军舰艇的建造能力是由一个国家的船舶工业基础所决定的。谁拥有更强大的船舶工业，谁就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的可能。当年呢，英国的造船能力独步全球，所以英国拥有了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舰队。英国在巅峰时期甚至可以实施所谓的2强战略，也就是说，英国海军舰队的总吨位要比世界第2名和第3名加起来还要多。今天的美国造船工业基础严重的制约了美国海军舰队的规模，因为人力成本太高，美国的船舶制造业严重的萎缩，无论是客轮还是货轮，都只能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这就对海军装备建设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海军造舰合同的金额总归是有限的，那船厂得不到足够多的订单，其基础设施就得不到足够的更新维护的经费，而且随着人工成本的不断的上涨，技术工人更加难以保留。美国海军一方面要面对国内船舶工业日益衰落、造舰速度和能力不断下滑的现状，另一方面还要忍受越来越高的造舰成本。正是这个原因，美国海军呢，虽然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采购军费，但是舰队的规模却不断的缩水。如果和其他的国家相比，美国海军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拥有超过100艘的主力战舰。美国海军的优势那是绝对的，问题出在美国要当世界警察，霸权心态不可遏制，满世界自由航行，没有他不干预不插手的地方。就算他有再多的装备，也必然是捉襟见肘。中国海军的崛起更是让美国海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造船工业，连续多年拿到的船舶订单呢，都稳居世界第一。中国能建造主力舰的船厂，哪一家的生产能力都要超过美国的总和。2020年，中国海军军舰下水的总吨位是 13.93 万吨，而美国是8条船，大约是8万吨。中国是美国的 174.1%。造军舰当然不是用钢板焊个铁壳子就算完事儿的，需要集成各种各样的雷达、电子系统、导弹等武器系统，还有声纳、舰载直升机等等。在这个方面，美国的优势还是很强大的，其他国家只能是望其项背。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和韩国虽然同为世界造船大国，却不能为自己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一方面是两国海军的战略定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没有能力提供配套的舰载武器装备，严重的依赖从美国进口。特别是反导战舰，美国人出手多少套竹斯顿，韩国或者日本就只能造多少艘战舰，多造1艘都不行。唯独中国是个例外，拜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全力封锁所赐，中国拥有全套的海军装备的科研生产能力。无论是近海巡逻的056，还是全球最先进水平的055型导弹驱逐舰，尤其是特大型的水面战舰、航空母舰，中国都能够完全依靠国内的工业配套能力，把它们完整的建造出来，不受任何人的制约。当然了，美国海军还在2个方面保持着绝对的优势，首先是大型航空母舰，其次是核潜艇。中国目前只拥有2艘训练型的航母，第3艘平直甲板的大型航母还在建造之中，而美国呢，已经拥有了10艘大型航空母舰，下一艘福特级的航母也即将服役。在核潜艇领域美国拥有的优势就更大了。因此一些反华势力就沾沾自喜，认为中国海军就算是有了460艘战舰，也不足为虑。仅仅凭借主力舰的数量来评价海军战斗力的强弱是不全面也不客观。
但是中国海军的主力战舰的数量超过美国，依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至少表明，如果真的是把海上决战的战场放在中国周边和中国的临海线附近，中国海军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与美国海军相抗衡。几十年来呀，美国海军最喜欢的战斗模式就是把战舰开到某一国的海岸线的附近，向目标大量的投射巡航导弹，或者是发起航空兵的空中突击。这种战法的前提是被攻击的一方没有什么像样的海上力量，无力阻止美国海军的任何行动，只能是被动的挨打。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了，美国海军还能称霸海上吗？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